我不认！一个无儿无女给人看大门的老光棍，凭什么让我认他做干爹？就是，老爷，您病糊涂了。咱们家知月什么身份？认这种人当干爹，传出去不是让人笑掉大牙吗？你们两个给我闭嘴！我走了之后，何家酒楼还得靠许师傅帮衬。帮衬？他一个孤寡老头，无依无靠的。老爷，你这是让咱们闺女当冤大头，给他养老送终啊？爹，你要做烂好人，别拉上我。酒楼我有堂主处，用不着外人。你懂什么？唐兵再厉害，也是雇来的。许师傅不一样。总而言之，这杯认亲茶，今天你奉也得奉，不奉也得奉。我不要。你若是不认这个干爹，酒楼我宁可捐了，也不让你这个逆女继承一砖一庄。老爷，爹，还不跪下奉茶！干爹，喝茶。起来吧。许立山不但是我师父，也是华国除界封神的传奇人物。他亲生的一双儿女，一个是人中龙凤，一个是国之栋梁。而我这个不成器的徒弟，非但没能给他老人家争光，反倒求了整整半年，他老人家才松口答应替我照看知月3年。知月这丫头蠢笨不开窍，我只盼她这3年能争点气，伺候好师傅。到时候何家酒楼不但不倒，她的前途更是不可限量。老爷，爹！世昌，你放心，3年后，我一定让他在除界站稳脚跟。都精神着点儿！今天南海会馆的刘老板在楼上包间，搞砸了，你们1年的工钱都赔不起。火候过了，这要是上了桌，招牌可就砸了。知月这孩子，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放心？哎，你端它干嘛？哦，这盘没有摆好，我重新摆一下。去，少添乱！老东西，还真当自己是老板娘的干爹了。3年了，酒楼从当年的勉强维持，到今天海城第1，全靠我每天暗中兜底。世昌，我答应你的都做到了，只是不知道我走了以后，知月一个人撑不撑得住。哎，还有最后3天。唐主厨，您今天做的那道功夫鱼，把楼上的刘老板给吃哭了。刘老板当场拍板，以后南海会馆的宴席全从咱们酒楼定。不愧是堂主厨，咱们酒楼能3年做成海城第1，全靠您这双手。哪里，都是大家配合的好。堂主厨，刘老板一直跟我夸你，说整个海城就属你的功夫鱼最地道。许立山，你给我过来，好好学学人家堂主厨，一道功夫鱼就给酒楼带来几百万的业务，你呢？3年了，只知道赖在酒楼里混吃等死，也不嫌丢人。哎呀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人许师傅好歹是何老爷子硬塞给你的干爹，每天处在后厨，也算给咱们看了3年大门，不是？泔水桶都满了，你看不见，还不去倒了？站住！我让你去倒泔水，你耳朵聋了吗？知月，倒泔水是杂工的事，不归我管。怎么，这是嫌脏嫌累了？许立山，你赖在何家酒楼3年，每天在后厨就切菜、看火，什么正经事都不干。我现在让你倒个缸水，你还不乐意了？人家仗着是老板娘您的干爹，每天在后厨吃香喝辣的，什么活都不干。
这好日子过惯了，您当然使唤不动他了。这里是100万，足够你回乡下买栋房养老。从明天起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知月，这不是钱的事儿，我答应过你父亲。哟，许师傅这是嫌少啊？也是，你现在毕竟是何家名义上的亲戚，100万打发了，传出去确实不好听。100万，他还敢嫌少？可不是嘛！现在何家酒楼如日中天，享誉整个海城，天天客满。再说了，人家靠干爹这层关系，以后直接接手何家的遗产，不比拿何老板你这100万赚得多了。许立山，你到底要多少钱才肯走？少在那儿装清高，你这种人我见多了。要不是我爹当年心软，让你认了干亲，你以为你有机会顺着杆子往上爬，赖在何家吗？知月，我说了，时间一到，我自然会走。走？你怎么可能舍得走？赖了这么多年，不就是等着我给你养老送终？这孩子，算了，还有最后3天。行，算我怕了你了。反正何家酒楼现在一天流水几十万，既然你死赖着不走，那我就当养了条吃剩饭的老狗。早上让你洗的衣服，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洗？家里不是有洗衣机吗？那能一样吗？我和我女儿的衣服，每件都是几万块钱的牌子货，得手搓。知月，家里就我一个寡妇，你一个黄花大闺女，这老东西嘴上说替世皇照顾我们母女俩，死赖着不走，我看啊，怕是没安好心。周秀梅，你胡说什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心思，一个没人要的老光棍儿混进何家，还真以为自己行了。3年朝夕相处，就是块冰都能雾化了。可他们母女俩，从没把我当一家人看过。算了，2天后我就该离开了。都听好了，今天中午，餐饮协会的张会长要来吃饭，所有人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。就是那个一口饭菜不满意就让你关门大吉的餐饮界活阎王张宏明。没错，张会长要是说一个不字，咱们何家酒楼能不能继续开下去都是问题。张宏明，他都当上会长了。何老板，张会长身边的王秘书派人来了。王秘书提醒咱们，张会长最喜欢在菜里加花生提味，尤其是那道葱烧海参，一定要多加花生碎。来人，去库房取最好的花生，现包现用。他不是对花生过敏吗？你说什么？老许，你平时就在后厨打杂，居然还能打听到张会长的过敏史，可真是消息灵通啊！许立山，你哪来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消息？我让你进后厨，不是让你倚老卖老、指手画脚的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少废话，去把那堆洋葱切了。张会长已经进包间了，说是对咱们酒楼的菜很期待。好，汤主厨，今天就看你的了。等等，知月，你听干爹的，这道菜不能上。能不能上也不是由你说了算的。有的人啊，就是仗着有个干爹的名头，谁都不放在眼里。别跟他废话了，直接上菜吧。是。许立山，你给我老实待着。今天要是出了差错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张老，这何家酒楼可是海城现在的头块招牌，3年前还半死不活的，如今日进斗金，全靠他们家那个主厨唐斌。听说过，这2年业界议论不少，说是后起之秀。他们家的葱烧海参据说是一绝。张老，您看这卖相多漂亮！这就是海城第1酒楼的水平。不过这刀工倒是格外的出彩，能有这种刀工的人，
怎么会在火候的掌控上如此生春？长老，说不定这菜看着一般，但味道特别好呢。您尝尝。长老，长老您怎么了？何老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菜里怎么会有花生？这是按照您的要求专门加的花生啊！长老对花生过敏，我怎么可能会让你们专门加花生？什么？花生过敏？幸亏我随身带了药，否则今天长老若是出了大事，你们谁都担待不起。唐主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张会长喜欢花生提味吗？何老板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唐斌在餐饮界混了这么多年，张老对花生过敏的事儿，我能不知道？怎么可能让你们去加花生？何老板，你身为酒楼负责人，连客人的基本忌讳都不懂，这种事情你不能每次都让我背锅呀！你说什么？什么意思？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王秘书不是这样的。何老板，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了。当初我来何家酒楼，就是冲着接手何世昌老爷子的酒楼来的。你对做菜一窍不通，何家酒楼与其烂在你手上，倒不如退位让贤，交给我接管。唐斌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何家酒楼毕竟是何世昌老爷子一辈子的心血，就这么倒闭了，我也于心不忍。所以嘛，收购协议？没错，我要收购何家酒楼。你做梦！酒楼是我爹的命根子，我绝不会卖给你。哼，不卖。张老今天这事儿，足够让何家酒楼在海城除名。张老，我真的不知道您对花生过敏，是唐斌他不知道？开酒楼的还能不知道客人忌口？餐饮行业就该优胜劣汰，这种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的酒楼，留着就是行业的耻辱。小王说的对，海城的餐饮行业不能有这样的害群之马。张老，从今天起，何家酒楼停业整顿。不，张老，这酒楼是我爹一辈子的心血，不能让它毁在我手里啊！我求您了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哪怕让我证明一下，何家酒楼还有资格开下去。证明？你怎么证明？我何老板，你后厨那些厨子，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。3年了，何家酒楼全靠我唐斌撑着，如今没了我，你拿什么证明？张老，这何家酒楼除了唐斌之外，连个像样的厨子都拿不出手，怎么敢自称海城第一的？张老，家父生前最拿手的菜之一，便有一道油爆双脆，还请张老给我一个机会献丑。这道油爆双脆不但考验刀工，要花刀均匀，更讲究大火猛油快爆，火候差1秒就不行，是鲁菜里对火候要求最苛刻的菜品之一。何知月，你自己对做菜一窍不通，何老爷子的真传没学的半分，何苦出来丢这个人？成不成也不是由你说了算的。来人！何大老板，忙活一场，除了丢脸，也没见你证明出什么。你闭嘴！哼！今天就让我唐边告诉你，什么叫做菜。好漂亮的卖相！鱼肉处理的干净，酱汁调的也算讲究。张老，依我看，这何家酒楼被收购也不是坏事，起码何老爷子的招牌不至于就此砸了。
看清楚了吗？这才叫做菜。你连最基本的火候都控不住，也配继承何家酒楼？签了吧，何老爷子的招牌交给我，好歹还能撑下去。留在你手里，迟早是个死。何老板，要不就签了吧。唐兵给的价虽说不多，好歹比关门啥也捞不了强。是啊，老板，现在这情形，大伙儿都不知道咋办了。我来试试。你疯了？跑这儿来添什么乱？给我滚出去！我能帮你。帮我？这3年，你连唐边的下手都打不好，你拿什么帮我？你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哟，许师傅，你这是要上灶？各位，都让让，给许大厨腾个地儿。人家这3年的泔水可不是白倒的，说不定在泔水桶里泡出真功夫了。老许，我敬你年纪大，说句实在话，刚才何之月上去，好歹人家是酒楼的东家，丢人也丢的是自己的人。你算什么？当年何老爷子病糊涂的一句话，你不会真当自己是他干爹了吧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他拉出去！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老板，唐兵反水，后厨又没人敢接这活，张老已经要让酒楼关门了，这时候还有什么丢脸不丢脸的呢？老许真要做菜啊！完了完了，让一个打杂的来掌勺，何家酒楼是彻底完了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一个打了3年杂的老头能做出什么东西来。这种场合不得来个佛跳墙、清蒸东星斑，才能压住唐兵刚才的那几道菜。老头他做得出来吗？你也太高看他了。啥情况？怎么就开始打鸡蛋了？难不成他要做蛋炒饭？这颠勺，这手法，我只在古籍食谱中见过。火候掌控的炉火纯青，每一粒米都均匀受热，这得练多少年？我跟在张老身边多年，见过的大厨没有1000也有800，可这样的厨艺，我还是头一次见识到。怎么回事？他不就是一个打杂了3年的臭老头吗？怎么能有这种技术？许立山他什么时候会炒菜了？等等，你就给张老吃这个，有问题吗？哼，许立山，我承认你有点手法，但蛋炒饭这种路边摊上得了台面吗？张老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，凭什么赏脸吃你这盘破烂？何之月，张老好心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可你呢，连个像样的菜都拿不出来，让一个后厨打杂的老家伙做一盘蛋炒饭敷衍了事。张老，王秘书，他这是在耍你呀！太不像话了！王秘书，这种酒楼就该直接关了，省得祸害餐饮界。等回头我的唐家酒楼开张，一定好好招待您和张老。张老，咱们走，这种地方不值得您再多待1秒。张老，拿勺子来，我想尝一下。张老，这种东西怎么能？蛋炒饭才是最考验功底的菜。张老，张老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你们的饭菜又有问题？不关我的事啊，是他，都是他干的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张老，张老，你怎么了？
这是怎么回事？何知月，你们到底在饭菜里加了什么？张老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们整个何家酒楼都得陪葬。不关我的事啊！是他，都是他干的。我根本不知道他会做菜，更不知道他做的菜会有问题。哼，何老板，你这话说的可就没意思了。许立山是你干爹，还被你安排在后厨待着，现在出了事，你一句不知道就想撇清关系？唐斌，你少在那落井下石！我落井下石？何知月，张老今天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整个海城的餐饮界都会知道，他是在何家酒楼出的事儿。到时候别说你的酒楼，就是你何知月，也别想在海城继续待下去。张老，这炒饭竟然美味到让我饥不择食，差点噎过去。张老，您说句话呀！这……老板，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，趁张老还没发飙，您赶紧跟这老头撇清关系吧。徐老头就是个自己主动赖上来的干亲，更何况您都没承认过这层关系，何苦被他连累呢？是啊，老板，等张老缓过来，第一个饶不了的就是咱们啊！许立山，从今天起，你跟我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知月，你闭嘴！这3年你赖在何家，我供你吃供你穿，已经仁至义尽。现在你惹出这么大的祸，还想连累我吗？哼，何知月，你以为这样就能把责任推干净了吗？今天这事儿，归根垫底还是你用人不当。一个在后厨打杂的老头，你让这种人给张老做菜，我看就是存心想害张老。你胡说，我没有。看在何老爷子的份上，如果你现在把酒楼让给我，我会出面处理，保你平安无事。你做梦！哼哼，好，那我就等着张老如何处置你。这不是秦氏酒楼的少东家秦正少爷吗？秦氏酒楼，海城最高端的私房菜馆，据说主厨秦老爷子是御厨传人，一桌难求。阿正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张老在你这里用餐出了点状况，特地赶过来，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阿正，你真好。王秘书，今天的事儿，我秦氏酒楼愿意出面担责。如果张老有什么不适，所有的医药费赔偿，我秦家一力承担。张老，您怎么样？不妨事。刚才那炒饭的味道，那种火候的掌控，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我在餐饮业几十年，见过的名厨无数，可能把蛋炒饭做到这种境界的，屈指可数。何家酒楼3年前还半死不活，短短3年就能成为海城第一。之前我一直以为是唐斌的功劳，现在看来，真正的高手，怕是这位啊。张老，家父贵为御厨传人，张老可否给个转圜的余地？有什么好深究的？这炒饭……张老，您不用说了，我知道，今天这事儿能接过去，全亏了秦公子出面。阿正，真的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及时赶来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看见没有，这才是真正能帮到我的人，不像某些人自以为是的跳出来捣乱，结果差点害死张老。就是，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，一个孤寡老头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秦公子好大的威风啊！哼，一个背刺东家的叛徒，也配在我面前说话？小子，我敬你是秦氏少东家，才喊你一声秦公子。但你今天非要插手这件事，那我只能发起生死斗了。生死斗？什么是生死斗？我在后厨打和3年，从没听过这个。生死斗是厨艺界最古老，也是最残酷的规矩。这是只有高手之间才会发起的对决，既分胜负，
也决生死，没有平局，更没有退路。输的一方从此退出除界，自废双手，此生再不得执刀。一双手，对一个厨子来说，自废双手跟要对方的性命有什么区别？这也太狠了！哼，何之月，你不用紧张。你一不懂做菜，二不懂火候，连帮我切菜我都嫌笨。我要你一双手有什么用？我要跟你赌的不是手，是这何家酒楼，还有你爹何世昌留下的那本食谱。什么？何老爷子那本食谱不但记载了许多失传的古法菜，还有他几十年总结的独门手法和火候秘诀，是他毕生的心血，是绝不外传的宝贝啊！何老爷子当年为了写这本食谱，没日没夜地琢磨试菜，硬生生把自己身体熬垮了。要不是那本食谱，他也不至于走得那么早。所以，那本食谱是何老爷子用命换来的。世昌用命换来的东西，我绝不能让外人夺走。既然是生死斗，自然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裁判。张老，您是餐饮协会会长，在厨界地位超然，我斗胆请您担任这场生死斗的裁判。长老，此人对火候的掌控，对食材的理解，已然超乎寻常。整个华国能做到这种境界的，只有销声匿迹多年的厨神。难道不对？厨神怎么会在一家酒楼里打杂？可是他若不是那位，又会是什么人呢？可以。正好借这个机会，再好好观察观察，看他究竟是不是那个人。何之月，你现在就给句痛快话，这场生死斗，你敢不敢接？你要是不敢接，明天消息传出去，何家酒楼不战而降，你爹何世昌一辈子的名声，何家酒楼3年攒下的招牌，可就全砸你手里了。唐斌，你欺人太甚！哼，何之月，是你自己没本事。你爹当年怎么也算海城名厨，结果生了你这么个废物女儿，连他1/10的本事都没学到。之月，接。阿正，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何家酒楼，更动不了你爹的食谱。好，今日我何家酒楼就奉陪到底。好，很好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国外最新研发的机械辅助臂，内置微型芯片，能实时计算刀工角度、力度和火候。还有这种东西？机械辅助做菜，那这还算自己的厨艺吗？现在科技发展，确实可以用机械辅助做菜。有了这双手套，我一个人就能顶10个顶级厨师。等我收购了何家酒楼，后厨那些没用的废物，全都要卷铺盖滚蛋。毕竟我可不像你何大老板，什么废物都能留在身边3年。尤其是那种赖在酒楼3年的老废物，搁我这儿1天都别想待。一双机器手套真能顶10个厨子？吹牛的吧？就是，做菜靠的是手艺，是几10年的功夫，一个破手套能顶什么用？不过那玩意儿看着确实挺唬人的，应该有点门道吧？哼，再厉害也是机器，还能比人强？一群井底之蛙，你们懂什么？我师从国宴大师孟德海孟老爷子，光论刀工，整个海城能跟我比的人1只手数得过来。现在有了这手套辅助，海城第一，非我莫属。孟德海，那可是厨师界泰斗级的人物，唐边居然是他的弟子。
今天这场生死斗，第一道比的就是刀工。何之月，你打算派什么人出来跟我比呀？既然唐主厨对科技辅助如此自信，那我倒是要来挑战一下。许立山，你又想干什么？你不是缺人吗？我来。你来？你忘了刚才差点害死张老的事儿了？一盘蛋炒饭都能差点吃出人命，你还敢出来丢人现眼？张老没事儿，只是刚。之月，我答应过你爹，会照顾好你。帮我？你拿什么帮我？这场生死斗不光是酒楼的存亡，更关乎我爹留下的那本食谱。你就少给我添乱了，行吗？就是因为关乎你爹的那本食谱，我才要亲自出手。许立山，你以为用这种冠冕堂皇的借口，就能让我对你改观，让我替你养老送终了？你做梦！何老板，你干爹刚应战，你就要换人，是不是有点把这场生死斗当儿戏呀？传出去不怕人笑话？你，我换不换人关你什么事儿？咱俩说了都不算，还是得由张老来说公道话。如果他能再次出手，正好借这个机会，我就好好瞧瞧他的底细。何老板，既然这位许师傅已经应战，就不该再随意换人。生死斗的规矩，一旦应战，除非一方认输，否则不能临阵换将。张老，他就是一个打杂的，怎么能代表何家酒楼呢？规矩就是规矩。许立山，要是我爹的食谱落到滕斌手里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老板，您先别急，我看那双机械手套肯定不怎么样，花里胡哨的，真本事还得看人。就算看人，那许立山什么货色？他能比得过唐斌？反正许老头都应战了，就让他先上去试试水，探探唐斌那机械手套的底细。许老头输了，咱们还有秦公子呢。秦公子是秦氏酒楼的继承人，初一精战，到时候摸清了唐斌的底，后两场指不定谁输谁赢呢。既然双方都已应战，那我现在宣布，生死斗正式开始。第一道比试，刀工，限时10分钟，双方可以自行选择自己拿手的刀具。唐斌，你先来。他挑那么多食材干什么？这些食材得有7、8种了吧？10分钟哪够处理这么多？哼！今天我就让你们这些井底之蛙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刀工。这还是人吗？3分钟处理8种食材，而且刀工还这么好。啊！我根本没看清他的动作，太快了。这还真就是一个人吊打10个厨子啊！
械手套也太逆天了。10分钟，一个人做出这么多道菜，而且每一道都是刀工的极致展现。这机械手套也太逆天了！不光是手套，唐斌自己的底子也确实硬。以后啊，我们这些普通学徒，怕是没活路喽。不错，肉片厚薄均匀，这个精度在传统刀工里已经是一流水准。萝卜雕花，花瓣层次分明，边缘却薄到能透光，分寸拿捏很见功底。唐斌，你的刀工基础本来就非常优秀，加上这双机械手套的辅助，效率和精准度都被放大了数倍，已经超出了传统厨师的极限。综合来看，这一轮刀工比拼，唐斌交出的答卷堪称完美。长老过奖了，这才刚开始，后面还有的比呢。都怪你出的什么馊主意！刚才我就应该坚持把那个老东西换下来。老板，我也不知道那机械手套这么厉害啊，我以为就是花架子呢。花架子？你睁大眼睛看看！这第一局比刀工就输得这么难看，简直丢脸丢的加价了！许师傅，轮到你了。徐老头，你是准备拿一把杀猪刀来雕豆腐？许立山，你疯了是不是？放着那么多好刀具你不用，拿一把破杀猪刀出来给我丢人现眼！10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哎，他该不会真要用这把刀雕豆腐吧？怎么可能？那把刀这么笨重，豆腐又软，稍微用点力就碎了。哼！雕豆腐最讲究的就是慢工出细活，得一点一点剔，一点一点修。10分钟根本来不及。再说，以他的技术，根本不可能雕出什么东西来。丢人现眼！早知道我就该坚持阿正上场的，让这个老东西上去，就是在给我爹丢脸！就是，知月，你看他那把破刀，那么大那么笨，能雕出什么来？怕不是要把豆腐剁成渣？何老板，您这干爹怕不是以为刀快就能出活？雕豆腐靠的是细势稳势，慢工出细活。他这么一顿乱砍，豆腐早就碎成渣了。好了。这就好了，许立山，你是雕了个寂寞吗？胡闹，简直是在胡闹，连个刀印儿都没有，这也叫雕好了？我真是蠢，刚才还以为他真有什么本事呢，结果就这。许立山，你在耍我是不是？你拿把破刀在豆腐上乱挥一通，然后就说雕好了，你当我是瞎子吗？
这是文思豆腐的极致技法，不，比文思豆腐还要高深。这种在豆腐内部做雕刻的手法，我只在古籍里见过记载，据说已经失传了上百年。哼，不就是雕了个山水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种刀工，稍微有点能力的大厨就能做到，根本不值一提。这，你们仔细看。这是掉下来的豆腐渣居然还能成井，这刀工得细到什么程度？我跟着张老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刀工。刀入无痕，化成万象，主雕与碎屑相生相补，这是无相化境刀啊！无相化境刀，那不是早就失传的古法刀工吗？听说那刀法以无形入刀，讲究刀过不留痕。练10年都未必能入门，不止。据说连专门负责国宴的那几位大师，翻遍了古籍研究，都没能复刻出来。整个厨师界会这门刀工的只有一个人，难道他真的是销声匿迹多年的厨神？我宣布，第1局刀工比拼。许师傅胜，赢了！我们竟然赢了！没想到老许平时一句话不说，居然深藏不露。阿正，我们赢了！不过是些花里胡哨的把戏，看着唬人罢了。知月，你别高兴得太早了。这老家伙的刀工确实有点门道，但也未必是真懂无相化境刀。我看他不过是投机取巧，东施效颦，却正好雕出点东西来罢了。哼，刀工只是基础，真正的厨艺比的是火候，是味道。下一回合，我会让你们输得体无完肤。既然第1局已有结果，那便进入下一轮。第2道比拼的是火候，第3道比拼的则是成菜。我打算将这2道比拼合并进行。合在一起？那怎么比？火候是做菜的核心，而成菜是最终的结果。只会控火不会出菜是纸上谈兵，只会出菜不懂火候更是侥幸取巧。所以这一轮限时1炷香，双方厨师各自选择1道拿手菜，当场制作。制作的过程中，我会全程观察你们对火候掌控，最后再以成菜的色、香、味进行评判。长老这是打算一局定胜负啊！这一轮才是真正的较量。阿正，这一轮你必须亲自上。可是老板，刚才老许他不过是走了狗屎运，碰巧雕了点能看的东西出来。你们忘了，他之前那盘蛋炒饭差点害死张老。就这种水平，你们还敢继续让他上场？这一局必须由阿正来。阿正，只有你才能赢下这一局。知月说的没错，上一局差点被某些人搅黄了局面，这一局既然是决胜关键，那我自然要亲自出手。来人，
秦家的少东家亲自下场，倒是给我唐某人面子了。你还不配我给面子。哼，臭小子，等会儿输了，可别怪我不给秦老爷子留脸。你能赢再说。知月，这一局不能让秦正上。你又想干什么？唐边这个人心狠手辣，作风阴毒，决胜回合不是秦正这种年轻人能应付的。许立山，你给我闭嘴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在这里对阿正指指点点？知月，你听干爹说，刚才不过是你走了狗屎运赢了一局，你就真以为自己有本事了？人家阿正是什么身份？秦家酒楼的继承人，祖上几代御厨，从小拿着菜刀长大，天赋卓绝。他对厨艺的理解是你这种人能比的吗？知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唐斌那双手套不能小觑。够了，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，真以为自己会炒几个菜就能教别人做事了？等等，你们看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秦少和唐斌打算做的，难道是同一道菜？这些都是做佛跳墙的食材啊！是啊，海参、鲍鱼、花椒，全都是佛跳墙的主料。可是，佛跳墙是道大菜，文火慢炖，少说也得几个时辰，一炷香的时间，怕是连汤底都熬不开吧？那是对普通厨师而言。对阿正这种级别的厨师来说，时间不是问题。老板，你是说秦少能在一炷香的时间内做出佛跳墙？那当然了，以阿正的技术，不但能做出来，还能做得色香味俱全。这手法实在太快了，我连影子都看不清。这就是顶级厨师的对决吗？好手法，不愧是秦老爷子的传人。这刀工每一步都恰到好处。看见没有？这才叫真正的厨艺。你刚才那点小把戏，在阿正这种大师面前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唐斌这家伙，决胜局一定不会这么老实。火怎么突然变大了？秦少这是在用内力控制火候？没错，这是内力催火。秦老爷子当年就是以内力控火闻名，没想到秦公子年纪轻轻，竟然也掌握了这一手。稳了，这一局稳了。花架子，这是直接用内力加热整个罐子。妙，太妙了！唐炳的内力本就纯粹。再加上这机械手套的辅助，内力被放大数倍，直接作用在罐子本身，让罐子受热更加均匀，效率更高。
普通人怎么可能承受得了这种温度？这手套简直太作弊了。目前来看，唐比略胜一筹。给我起！志月，别慌。别慌！现在都这样了，你告诉我别慌。许丽珊，我算是明白了，就因为我不认你这个干爹，不肯替你养老送终，你就这么报复我是吧？他还要干什么？不会想做菜吧？鸡？他要煲鸡汤？许丽珊，人家做的是佛跳墙，你该不会以为你煲一锅鸡汤就能赢吧？这手法，这是叫花鸡，跟人家的佛跳墙比，这不是找死吗？他竟然也懂用内力。这就完成了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快。这火候的把控简直完美。
何老板，你可以准备准备让出酒楼和食谱了。唐斌，你别得意太早。许丽珊，你看看，人家都已经做好了，你还在那儿弄你的破鸡，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你拿什么赢？时间到，请。好，色泽浸润，汤清而不浊，香气层层递进。海味与肉香交融，却不相互压制。入口醇厚，火候精准，食材软糯而不散，弹而不硬。哼，如何呢，何大老板？不过，汤的底味之中有一丝火气残留，应是最后催火之时，火力稍急，虽未破坏整体，却留下了细微的瑕疵。看来这机械手套也没咱们想的那么神。没错，肯定最后那一下火太猛了，没收住。但这点瑕疵无伤大雅，放眼当今厨界，大多数人连这个层次都达不到。张老说的没错，虽有瑕疵，可赢某些人绰绰有余。结果还没出来，你急什么？既然如此，就让你何家酒楼的大厨把他的叫花拿上来吧，我也想看看这种东西能不能入口。这卖相也太差了吧！跟人家的佛跳墙比，这根本就是拉了坨大的。我就知道他靠不住。请。那是什么？凤凰？这怎么可能？刚才那是什么？我没看错吧？那是凤凰，一只叫花鸡而已，怎么会有这种异象？这不是普通的叫花鸡。这是凤鸣九霄鸡。凤鸣九霄鸡，这名字听都没听过。一只烤鸡而已，没这么夸张吧？这道菜乃是古籍中记载的失传御膳。传说当年，只有那位天启皇帝曾有幸品尝过一次。皇帝吃过的菜。没错，这道菜因工序繁复，对火候与内力要求极致苛刻，早在数百年前便已彻底失传。
您是不是看错了？许立山这种人，怎么可能会做这种失传的御膳？凤鸣九霄鸡，这道菜，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能做出来。厨神，如果他真的是那一位，那我今日便是三生有幸，才能够品尝到厨神亲手做出的失传绝品。装神弄鬼，什么凤鸣九霄鸡，不过是编出来唬人的名字罢了。说到底，不过是一只叫花鸡。拿这种东西想赢我的佛跳墙，做梦！是啊，这菜看起来再唬人又怎样？不过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土菜。难道我爹传下来的酒楼和食谱，真要败在我手上了吗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这张会长这是吃哭了，就因为一口鸡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张老，您慢点儿。这真的有这么好吃吗？张会长这种身份的人，不至于演成这样吧？这香味儿，我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东西。这鸡到底怎么做的？明明材料那么简单，怎么会有这么诱人的香味？不可能，普通的叫花鸡不可能有这么香。难道这真的是那道失传的凤鸣九霄鸡？可那道菜只有一个人会。难道他真的是厨神？晚辈张某拜见厨神。厨神，他真的是厨神！徐老头就是那位隐退多年的厨神，这怎么可能？刚才晚辈有眼无珠，未能认出您的身份，还妄自评判，实在是班门弄斧。您的厨艺，晚辈今日得见，已是三生有幸，更别说能亲口品尝。怪不得他能有那种刀工，原来老许就是厨神本尊。那何老爷子当年收留他，不是收留，是请。那何老爷子让咱们老板认他做干爹，这哪是认干爹，这是直接抱上厨神的大腿啊！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缘。厨神，他真的是厨神啊！这3年，我竟然把厨神被当打杂的使唤，我都干了什么？唉，这何老板也是个奇葩，这么牛逼的干爹，被他差点扫地出门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过去啊！他要真是厨神，你是他干女儿，这辈子还愁什么？前途直接通天了。干爹，你有这层身份，怎么一直瞒着我呀？早说的话，我也好好孝敬您啊。现在，你认我这个干爹了？干爹，我。厨神，您不能收我为徒，哪怕打杂我也愿意，只要前辈一句指点，胜过我10年苦练啊！滚开！你们都滚开！厨神，您要收徒，不妨先去考虑我吧。我底子功夫扎实啊！许师傅，不，厨神前辈，刚才那道凤鸣九霄鸡简直神了，晚辈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厨神，下个月有个全国厨艺交流大会，
你若能出席，那绝对是盛事。对，还有美食协会年会、国际评委团、纪录片拍摄，只要您点头，我立刻安排。这就是厨神做的菜，哪怕是剩的也值了。这味道太好吃了，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没想到这个老东西居然真的是隐退多年的厨神。阿正说的没错，这样的机会我绝不能错过。干爹，以前是女儿不懂事，做了那么多不该做的事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以后只求您给女儿一个机会，让女儿好好孝顺您，我一定把您当成亲爹一样对待。知月，哼，还真是好一出好戏呀！刚才还一口一个废物打杂的，现在知道人家是厨神，马上就喊上干爹了。唐斌，我跟我干爹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3年，厨神在你何家酒楼待了整整3年，你何知月可曾好好对待过他一次？现在倒好，一知道人家厨神的身份，脸都不要了。唐斌，我怎么对我干爹都是我的家事，你没资格评价。你现在要操心的是你输了这场比试，按规矩愿赌服输。现在你是不是该自废双手，永远退出厨界了？真要自废双手啊？这也太狠了吧！好，我认。但我告诉你何知月，今天这场比试，我输的不是你们何家，我输的是厨神。至于你，一个靠别人撑场面的废物，连拿勺的资格都没有。没想到这唐边也还算条汉子，愿赌服输。不过是一场厨艺切磋，何必搞得要死要活？厨神，我彻底服了。今日能与您切磋，此生无憾。我不是什么厨神，不过一个在后厨打杂的老头罢了。干爹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当初答应你父亲，在何家待3年，如今期限已满，也不便再留下来给你和你妈添麻烦。哎呀，丽珊啊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什么3年不3年的，那都是玩笑话。你可是知月的干爹，别说3年了，你就是在我们何家住一辈子，那也是应该的，对吧，知月？对，干爹，以后我还要给您养老呢。干爹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脾气太急，说话太冲，但其实我一直都很在乎您的。我爸走得早，这些年我被迫一个人撑着何家，我连做菜都不懂，房子也叛变了。要是没有您，何家酒楼怎么办？知月终究还是个孩子，这3年也许真的只是太不懂事罢了。只要他现在想明白了，也不算晚。好，干爹不走。真的，干爹，我就知道你是疼我的。哎呀，丽珊，还是你最重情义了。干爹放心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孝顺您。丽珊啊，晚上风凉，
我身上这件披风可是纯羊绒的，来来来，你披上。干爹，您刚吃完，别走太快，对胃不好。或许经过这次的事儿，知月是真的长大了。干爹，过几天有一场全国性的厨艺大赛，从各地海选开始，不管是大酒楼还是小摊小店都能报名，只要能赢下总决赛，就能进京面见国主，甚至有机会成为御厨。是啊，这可是天大的机会啊！而且听说这次颁奖会邀请华国第一女首富许章宁亲自颁奖，要是我们能拿冠军，当场就能接触到她，一旦能拉到投资，何家就彻底平步青云了。昭宁那丫头准备参加这种活动，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。干爹，您就帮帮我嘛！以您的能力，代表何家参赛，一定能拿下御厨资格。再顺便帮我们拉到许昭宁的投资，好不好？李珊，这可是关系到何家未来的大事啊！你能这么有上进心，你爸在九泉之下一定很欣慰。好，干爹帮你。你们，你就是厨神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问得好，厨神消失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要复出呢？几天后，全国厨艺大赛就要开始，你这一出来，可挡了不少人的路啊！我们嘛，不过是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你们别乱来，这是法治社会。你们要是再不走，我马上报警！别怕，有干爹在。不要！厨神，现在你连刀都拿不起来了吗？记住了，老实点，别再妄想掺和厨界的事。走。知月，送我去医院。果然是个废物，真搞不懂你。刚才那种情况，你跟我装什么父女情深，护着我？你连自己都保护不好，还逞什么英雄？现在好了，手废了，你还有什么用？呸！真是晦气，早不废晚不废，偏偏这个时候废。走了，知月，别管他了。可是你傻呀，他现在这样还能干什么？反正还有秦正在，那小子最听你的话了。到时候你让他代表何家去参赛，一样能赢。知月，你不是说今后要把我当亲爹对待吗？亲爹，那是你还有用的时候。别说当亲爹，就算把你当祖宗供着也没问题。但现在呢，你已经废了，以后连菜都炒不了。一个废物还想让我认你，你真当我脑子进水了吗？哼，自作自受。白眼狼，果然是白眼狼，再怎么对他好也是没用的。老哥，老哥，你怎么样了？怎么会伤成这样？醒了。
别乱动，你伤得很重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，还倒在路边？你家里人呢？一个废物，还想让我认你？你真当我脑子进水了吗？是我太傻了，竟然还相信他真会改变。先吃点东西吧，你现在这个样子不能空着肚子。你这是咋了？没什么，只是你这份盒饭让我想起了家人的味道。老哥，你也太夸张了，我就是个卖盒饭的，附近工地那些工友是挺爱吃我做的饭，但味道也没你说的那么神。我觉得不是我做的多好吃，而是有时候能让人吃饱，就有活着的踏实感。李晚秋，你他妈给我出来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强哥，我跟李坤早离婚了，他欠的赌债跟我没关系。这老子管不着，反正今天要么还钱，要么你跟我走，这笔债就一笔勾销。住手！哟，哪儿来的老废物？手都废了还敢管闲事儿？他欠你多少钱？连本带利50万。那是李坤欠的，我们离婚10年了，我凭什么替他还？哼，李坤他现在跑路了，老子不找你，难道自己带下这50几万啊？这里面有60万，拿去，以后别再来了。老子现在就去银行取钱，要是取不出来60万，老东西，今晚看我不弄死你！走。老哥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哦，是我这些年攒的养老钱，没事的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们才认识1天。因为你让我吃了一顿有家人味道的饭。你以前是做菜的吧？这双手伤成这样，以后还能拿刀吗？放心，没什么大事的。你就别逞强了。医生说骨头虽然接上了，但要完全恢复得大半年。半年太久了，我得尽快好起来。有些账还没算完。喝点骨头汤对你的伤有好处。我一大早去市场买的筒骨炖了3个小时。这汤是不是不好喝？我厨艺一般，就会做些家常便饭。很好喝，火候刚好，骨头里的胶质都炖出来了，而且你放了红枣和枸杞，温饱。老哥，你尝一口就能说出这么多门道，以前应该是个大厨吧？林姐，你今天的红烧肉比昨天还好吃，这味道绝了。晚秋，明天炖肉的桂皮少放半钱，多放1颗八角，味道会更纯。啊？哦，好。哎，赶紧收了啊！这个摊位占道经营，罚款5000。李队长，我这摊位摆了好几年了，从来没说过要罚款啊。那是以前，现在这条街归我管，我说罚就罚。一个月薪几千的城管，带几万块的表。李队长，这条街上的摊位都是统一规划的，我们没有超出划线范围，凭什么罚款？你谁呀你？一个残废也敢跟我顶嘴？李队长，你好大的威风啊！徐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小宁，他怎么来了？我路过，看见有人欺负我的老熟人，所以下来看看。徐总，我不知道这位是您的朋友。现在知道了，还不滚！爸，你躲在这里，让我好找。爸，老哥，她是你女儿。爸，你的手。没事儿，养养就好了。何志远那个白眼狼，你为他委曲求全，在何家当牛做马3年，他就是这么对你的。小宁，过去的事儿不提了。不提？爸，3年前你答应何世康的时候，我就不同意。我和我哥都不缺钱，不需要你去受这种罪。现在好了，手被人打断了，你还替他说话。
林阿姨，谢谢你救了我爸，这份恩情我徐兆宁记下了。不用谢，举手之劳。爸，跟我回家吧，我已经联系了国内最好的骨科专家，你这双手一定能治好。我现在还不能走。为什么？你林阿姨救了我，我担心如果有人知道我的手好了，会对她不利。爸，家里的保镖都有几百号人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就把林阿姨一起接回家住呗。嗨，小宁，你就别掺和我们大人的事儿了。哦，我懂了，有人是舍不得走了吧？你这孩子，胡说什么呢？爸，那个林阿姨，你对她……别瞎想，她是个好人，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收留了我。我知道，可是爸，你真的打算一直待在这里，帮她卖盒饭？呵呵，卖盒饭怎么了？你爸我什么没干过？当初在后厨打杂3年，不也过来了？爸，小宁，你知道吗？晚秋做菜的手艺虽然一般，但她懂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她做菜是为了让吃菜的人感到幸福。那些工地上干活的工人累了一天，能吃上一口热乎的实在的饭，她就满足了。这个道理，很多所谓的顶级大厨一辈子都不懂。爸，你说的对。我的天，这蛋炒饭也太好吃了吧！我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盒饭。林姐，你是不是请了5星级大厨？老哥，你这手艺也太夸张了，我这小摊儿怕是要火啊！火不火无所谓，能让大家吃饱吃好就行。就是这里，有人爆料说这里有一个绝世厨神在卖盒饭。这家盒饭摊网上已经炸了，说这里的炒饭是一口入魂。请问哪位是老板？我是，您就是做蛋炒饭的大姐，这一看就是深藏不露的高手啊！别慌，他们问什么你答什么，就说都是你做的。可我没事的。大姐，请问您以前在哪家酒楼高就？这蛋炒饭的火候掌控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我没在酒楼干过，一直摆摊卖盒饭。自学成才，那您这天赋也太逆天了。大姐，下周就是全国厨艺大赛的海选报名截止日，以您的手艺不参赛简直是暴殄天物。参赛？我就是个卖盒饭的，怎么敢想那种事？怎么不敢？美食不分贵贱，您这蛋炒饭能让人吃哭，绝对有实力冲击决赛。对啊，大姐，您要是参赛，我们媒体一定全程跟踪报道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林姐，去吧，我们支持你。对啊，让我们也沾沾光，以后就能说我们常吃的盒饭摊出了个厨神。晚秋，你有这么好的手艺，不出去比一比，确实可惜了。可是我不会呀，我连正规的培训都没上过。有我呢，从明天开始，我教你，2个月后，我保证你能站在决赛的舞台上。老哥，我真的不行，我连刀工都还没练利索。今天记者夸你的时候，你心里是什么感觉？慌，特别慌，但好像也有一点点开心。那就对了，你做的饭能让那么多人开心，你自己也应该开心。参赛不是为了名次，是为了让更多人吃到你做的饭。老哥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让我知道，做菜这件事儿不一定要站在多高的地方，能让吃的人感到幸福就够了。这个道理，我活了大半辈子才明白，你却一直在做。好，我参加。
爸，我给你们送参赛装备来了。这也太贵重了。林阿姨，你别客气，我爸能遇到你是他的福气。你真的打算带林阿姨参赛？我看你是看上林阿姨了吧？瞎说什么？爸，你别不承认，我观察你好久了，你看林阿姨的眼神完全不一样。行了行了，不逗你了。参赛的事儿我帮你们安排好了，预赛在下个月，到时候我亲自来接你们。赵宁跟你说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小孩子瞎操心。油温6成热下葱姜蒜，爆香后立刻下主料，翻炒不能超过30秒，否则食材会老。6成热30秒。你不用记那么细，用心感受。厨艺不是数学，靠的是感觉。不错，比昨天进步很多。真的？你的天赋其实比何之月强太多了。他学东西快，但心浮气躁，做出来的菜没有灵魂。你不一样，你的菜里有温度。许立山，他的手不是废了吗？就算手好了又如何？他旁边那女的前段时间上了地方电视台，听说就是个卖盒饭的。哟，立山啊，你这是从哪儿找的搭档？该不会是街边捡的吧？狗叫而已，别理。许立山，你答应过我爸要照顾我的，现在你手好，不来找我，反而去帮一个卖盒饭的。何之月，我答应你爸照顾你3年，时间已经到了。从那天晚上你把我扔在路边开始，我们之间两清了。之月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一个卖盒饭的能翻出什么老话？决赛见。老哥，我有点紧张。紧张什么？按我教你的做，越赛而已，轻轻松松。西红柿炒鸡蛋，这也太普通了吧！这种菜也敢拿出来参赛，不怕丢人？这道西红柿炒鸡蛋火候掌控堪称完美，鸡蛋嫩滑，西红柿酸甜适中，是最纯粹的家常味道，却让人吃出了幸福感。满分。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卖盒饭的运气不错嘛，居然混进复赛了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这位大妈，我劝你还是早点退出。复赛的难度和预赛不是一个级别，到时候输了，丢人的是你自己。秦公子，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。听说你上次预赛差点翻车。别跟他们废话，决赛见真章。老哥，我们能赢吗？有我呢，放心。秦正的松鼠桂鱼，刀工和调味都很出色，但略微油腻。林晚秋的清蒸鲈鱼看似简单，却把鱼的鲜味发挥到了极致，这才是对食材最大的尊重。我宣布，这一轮林晚秋获胜。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卖盒饭的？阿正，别心急，后面还有几道比试，那才是真正的较量。到时候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差距。爸，手还疼吗？早就不疼了。爸，
有件事我想跟你说，我查过了，何志远他们决赛可能会耍手段。我知道，我被人暗害那件事之后，我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。爸，你就一个电话的事儿，取消他的参赛资格，他那种人不配站在决赛的舞台上。不用，让他来，我要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爸，你还是太善良了。不是善良，是自信。爸，我真的很庆幸你遇到了林阿姨。是啊，我也庆幸。许丽珊，你手废了，就算好了，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做精细的菜。找了个卖盒饭的穷女人来替你出头，妄图在大赛上翻身，简直搞笑。何之月，你还有心思管别人？之月，别理他们。决赛的题目是传承，这种深度的命题，一个卖盒饭的根本理解不了。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？记得，做菜是为了让吃菜的人感到幸福。那就够了。秦少这功底太稳了，俩人配合的跟一个人似的。何家队的配合很默契，秦正的厨艺确实扎实。林家队虽然配合稍显生涩，但林晚秋的刀工进步神速，看来许大师确实下了功夫。很好，保持这个节奏。秦正9.5分，林晚秋9.2分，何家队领先。看见没有，这就是差距。别急，还有2回合。秦正9.3分，林晚秋9.4分，林晚秋反超0.1分。怎么可能？这个老女人比我想象的难缠。第3回合，决胜局，题目是传承。何之月，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许丽珊，你少血口喷人！许丽珊，你要是觉得不公平，可以自己上场啊。不过，你的手废了，能行吗？就是一个手废了的老头，也配跟我们比？晚秋，让我来。老哥，你的手早就好。许丽珊，你的手就算好了，3年没正经做过菜，你以为你还能赢？一个过气的老头也敢在我面前摆谱。这是龙吟9天，失传了300年的刀工绝技。厨神，他真的是厨神。
这道羹汤色金黄，入口丝滑，鲜味层层递进，回味无穷。这是我从业30年吃过最好的一道菜，满分，绝对是满分。秦正的菜中规中矩，但跟许大师相比，差距太大。我宣布，本次大赛的获胜者是林晚秋、许立山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我怎么会输？许立山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世昌当年对你那么好，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。周秀梅，我答应世昌的事已经做到了。3年，我把何家酒楼从倒闭边缘做到海城第一，是你们自己不懂得珍惜。你答应我爸照顾我的，你现在手好了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为什么去帮一个卖盒饭的？知月，我给过你机会。那天晚上，你把我扔在路边的时候，我们之间就结束了。我错了，干爹，我真的错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保证以后好好孝顺你。徐总，徐总，我是何知月，何家酒楼的老板。我们虽然没有拿到冠军，但也杀进了总决赛，很有前途的。您能不能考虑投资我们？我哥哥。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哥哥就是你千方百计想赢下大赛，成为御厨去盛凤的那位国主陛下。干爹，我错了，我。厨神亲手做的盒饭，这辈子值了。我凌晨3点就来排队了。爸，我带我哥来看你了。爸，您辛苦了。回来就好。林阿姨，谢谢你照顾我爸。不用谢。爸，你真的不跟我们回去？国宴还等着你掌勺呢。不回去了，这里挺好的。行吧，爸你开心就好。这一辈子我做过国宴，教过徒弟，拿过无数奖杯，到头来才发现，最幸福的事不过是站在一个爱你的人身边，给那些需要温暖的人做一顿热乎的